如果有一天你突然發現，你這輩子拼命在意的東西，房子、存款、身份地位，別人的眼光很可能都只是某個界面裡的小圖示，真正的世界根本不是長這樣，你會不會有點火大？會不會忍不住問一句，那我忙到快操爛，到底是在玩誰設計的遊戲？今天要聊的這件事听起來像玄學，其實背後是很硬的科學，而且越來越多證據在往同一個方向推。我們以為的客觀現實很可能不是底層真相，只是為了讓我們活下去方便操作的一層虛擬界面。你現在看到的房間、手機、身體，甚至时間本身，都有可能只是這款 VR 系統裡的畫面而已。聽起來很誇張，對不對？慢慢來，我帶你一步一步走進去。先從一個看似很學術，其實非常關鍵的講開始。這裡是意識覺醒，記得按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202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給了3位物理學家。新聞上都在講什麼量子糾纏、貝爾不等式，很多人一掃而過，覺得跟自己沒關係。但如果把他們做的事情翻成大白話，其實就一句話：我們一直以為理所當然的那種世界觀，被實驗證明站不住腳了。什麼叫理所當然？就是一種叫局部實在論的想法。它有2個基本假設。第一個，像電子、原子這種粒子，就算你沒在看，它也乖乖待在那裡，有一個確定的位置、重量、自旋，不會忽然變來變去。第二個，這些東西的影響傳得再快，也不會超過光速，不可能這邊一動，那邊立刻瞬間跟着變。聽起來很合理吧？這基本上就是一般人腦袋裡那種世界很安穩、因果很本分的模型。但幾十年來，物理學家一直在測試這套說法到底對不对。他們設計了各種貝爾實驗，把一對對糾纏的光子、電子分開，拉得很遠，讓它們各自在不同地方被測量，然後看結果是不是還乖乖符合局部實在。剛開始實驗設備不夠好，總是會被挑毛病，說這裡可能有漏洞，那裡可能有暗號。於是科學家就不斷升級，換更精準的偵測器，用更隨機的控制方式，甚至乾脆用來自外太空的光子當隨機開關，避免任何人為的關聯。最後這幾位拿到諾貝爾獎的科學家，等於是把所有可能的漏洞全部封死。結果非常直接，如果量子理論是对的，那局部實在論就是錯的。換成你我听得懂的版本，就是這些粒子在沒被測量之前不一定有確定的屬性，好像系統會等你按下觀察那一刻才決定要給你看哪一種結果。這已經不是哲學討論，而是實驗，證據壓着你承認。你可能會說，好啦，那也只是很小很小的世界會這樣，我每天吃飯、上下班、看股票，又不會突然因為我沒看，整棟樓消失吧？重點來了，過去大家也覺得量子怪事只會出現在微觀層次，但現在實驗已經做到讓幾十個、上百個原子一起進入那種一時還沒決定自己狀態的量子態，規模越做越大，表示那種沒看就不一定存在的狀態，並不是離我們很遠的童話，它已經慢慢伸手碰到我們日常生活用到的科技系統。當物理學在那邊告訴你，你以為一直安安穩穩存在的東西，其實要看了才算數。另一邊，認知科學也在丟出一個很扎心的問題：你看到的這個世界，真的就是世界本來的樣子嗎？這時候，認知科學家唐納·霍夫曼站出來，給了一個超好記的比喻。他說，你每天在手機、電腦上操作那個桌面，上面一堆圖示、檔案夾、垃圾桶、瀏覽器，你按一下垃圾桶，檔案就不見了。你不會真的以為電腦裡有一個小鐵桶在幫你裝垃圾，對吧？那個圖示只是幫你好用，不是幫你講真相。同樣的邏輯也可能發生在我們的感官上，我們看到的桌子、椅子、錢、身體、顏色、聲音，有可能都只是一個生存界面上的按鈕跟圖示，方便我們這類生物做出正確的反應。看到紅燈停下，看到食物想吃，聽到警報會跑，但這不代表宇宙底層真的長成這個樣子。就像你不會去研究垃圾桶圖示的像素長相來理解電腦的主機板結構一樣。可是你會說，等等，進化不是應該越走越聰明，越接近真相嗎？不然怎麼活得下來？這就是霍夫曼很絕的地方，他不是嘴巴講一講，他把這個問題搬進數學，用進化博弈論去算，他設定各種環境、各種生存得分規則，
去模擬不同感官系統的物種會怎麼演化。有一種策略是盡量看真相，另外一種策略是只看跟活命有關的關鍵信號，然後讓他們在虛擬環境裡面互相競爭，結果算出來怎樣，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看真相那一組會輸。這聽起來很扯，但卻是數學推出來的。在所有可能的生存評分方式裡，又能讓生物活下來，又剛好把世界真相完整保留在感官裡的那一小撮情形，幾率是趨近於零。換句話說，大自然在乎的不是你看得夠不夠真，而是你活得下去就好。如果你是個賭徒，你會不會去壓一個幾率接近零的選項？不會，那進化也不會。讓你活下來和讓你看清真相這兩件事，在演化的賭場裡不是打包價。再看動物世界，你就更容易接受這一點。人類的視野、色覺、聽覺只是很多感官組合當中的一種版本。鴿子有4種顏色感受器，看到的顏色比我們多。某些鳥類可以感覺磁場，知道遷徙要往哪飛。有的動物看得到紅外線、紫外線，在它們眼裡，夜晚根本不是我們看到的那種黑。那問題來了，如果世界只有一個固定樣子，為什麼每種生物看到的都差這麼多？最合理的解釋就是大家都在用適合自己的那副 VR 眼鏡過日子，而不是誰比誰更接近所謂的客觀畫面。我們人類只是戴着人類版 VR 頭盔在遊玩。講到這，你大概會隱隱感覺到一個更大的問題在後面等着。如果時間、空間、物體、顏色這些東西都是界面的一部分，那什麼才是真正基本的？有一些物理學家、哲学家、認知科學家開始認真把一個以前被認為很玄的詞搬上桌——意識。傳統的想法是，有了大腦，有了神經元，它們複雜到一個程度，自然就會生出意識。但如果時間、空間、粒子這些東西本身就是界面的一部分，那你要怎麼在界面裡面生出一個比界面還根本的東西？邏輯會卡住。所以有另一種思路是反過來，把意識當作最基本的存在，時間、空間、物質反而是它用來玩遊戲的規則。你可以把一元意識想成一個巨大的玩家，它本身沒有形狀，沒有位置，沒有身份，但是它可以登入無數個不同的角色，登入你，登入我，登入鳥，登入蜥蜴。每一個角色就像戴上不同設定的 VR 眼鏡，有不同的視野，不同的限制。透過這些限制，意識才有機會體驗各種情緒、各種失敗、各種成功、各種失去。沒有時間，你不會懂得錯過是什麼感覺；沒有身體，你不會知道疼痛有多真實；沒有死亡這個規則，你不會有珍惜這回事。當你這樣看，你的人生會突然變得很像一款超高擬真的線上遊戲。你出生那一刻，就像登入自動隨機帶一套角色。家庭背景、長相、個性傾向、健康狀態，可能是簡單模式，也可能是地獄難度。然後你開始在裡面闖關、念書、工作、談戀愛、賺錢、照顧父母、小孩、人際紛爭、疾病、意外。系統給你的任務一關一關開，你會痛，會怕，會生氣，會嫉妒，會不甘心，會覺得怎麼這麼不公平。但如果從一元意識的角度看，這些正是他想體驗的東西。那你可能會說，聽你講到這，好像人生變得很虛，那我現在在意的事情是不是都沒意義？不是，相反，正因為這一切可能是限定時間的體驗關卡，你在裡面做的每一個選擇才顯得更珍貴。你拒絕逃避，你看清自己在怕什麼，你願意為自己負責，你選擇善待別人，或是選擇報復。這些東西如果真的是意識要帶走的戰利品，那就一點都不虛。很多人聽到這裡會自然想到一個題目：瀕死體驗。你一定聽過類似的故事，有人在手術台上心跳停了幾分鐘，後來被救回來，說自己好像離開身體，從上面看着醫生忙着搶救，甚至可以清楚描述當時發生了什麼，說了哪一句話。也有人說自己穿過一條光的隧道，看到過世的親人，感受到某種巨大的安寧或恐懼。對於堅持大腦產生意識這一套的人來說，這些經驗只能被歸類為大腦缺氧亂放電或者記憶扭曲。但如果你把前面講的幾個點放在一起，量子實驗推翻，局部實在，
進化論的數學推導顯示，感官不負責，呈現真相，意識有可能是更基本的結構，那瀕死體驗就不那麼容易一筆帶過了。你不一定要立刻相信每一個故事，但你至少得承認一點，這些報告是數據。既然是數据，科學的態度就不該是不合我現在的觀念就丟掉，而應該是先擺着，看哪一部分能被交叉驗證，哪一部分可能是文化、信仰、暗示造成的，哪一部分卻在不同背景、不同時代反覆出現。回頭看人類歷史，我們一次又一次自以為已經搞懂了，結果被打臉。以前大家很篤定地球是宇宙中心，後來發現不是；以前很篤定時間到處一樣快，結果相對論告訴你不是；以前覺得空間是一個固定的舞台，結果量子理論、宇宙學一出來，發現舞台本身也在長縮，在抖動。那現在輪到我們這一代人，也許我們有些信念，比方說物質一定是最根本的，意識一定是大腦分泌出來的，只有眼睛看到的才算。在幾十年之後回頭看，也會像當年的地平說一樣好笑。所以當有人提到我們是一元意識的化身，在這個虛擬界面裡探索所有可能性，你完全可以保留懷疑，不用馬上買單，但同時你也可以留一個小小的空間，允許自己問一句，如果这真的是一場 VR 遊戲，那我現在這個角色還有哪一些選擇可以做得更清醒一點？有趣的是，你一旦這樣看，很多糾結會慢慢鬆掉一點，你還是會規劃退休，還是會理財，還是會照顧家人，還是會在乎自己的身體健康，但你會少一點那種非得抓住什麼不放的窒息感。你跟別人起衝突的時候，你會多一點觀察，我現在是在角色裡爆炸，還是可以同時站在玩家的位置，看一看這場戲到底要教我什麼。你會發現有些人真的只是來當你的練功對手，打完這一架你升級了，他也升級了，然後各自走自己的劇情。講到最後，我們把這一切收成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如果科學最後真的一步一步把我們逼到一個結論，空間、時間、物質都不是最底層，感官只是生存界面，不是真相窗口，意識有可能才是更根本的那個。那對你今天的生活到底有什麼影響？我會這樣看，它不會幫你少掉任何一張賬單，不會幫你多出任何一筆收入，但它會給你一個全新的視角，讓你在同一局遊戲裡玩出不同的味道。當你煩惱錢不夠的時候，你可以問自己，在這副界面裡，金錢就是能量的一個計分方式，那我想要怎麼賺，怎麼花，才不會只是被數字牽着鼻子走。當你害怕失去的時候，你可以問，如果角色會被刪檔，但玩家不會，那我有沒有可能放下某些執念，但把該學的東西帶走？當你面對生離死別的時候，你可以問，如果意識真的不局限在這一副身體裡，那我跟這個人的連結是不是有機會用另一種方式繼續存在？我現在在這裡哭，在這裡想念，對那一端的他有沒有什麼幫助？這一整套關於虛擬現實、意識、量子的討論，不是要你變成神神叨叨，也不是要你拒絕科學，全盤投入玄學。恰恰相反，它是在提醒我們，真正成熟的科學精神，不是把一切看不懂的東西丟進垃圾桶，而是既保持懷疑，又保持開放。你可以繼續做體檢、買保險、規劃財務、照顧親人，該面對的現實一件都少不了。但與此同時，你也可以在心裡留一方空間給那個觀察者，偶爾在心裡輕輕提醒自己一句，也許我現在看到的、聽到的、執着的，只是這副 VR 眼鏡渲染出來的畫面，而真正的我遠遠比這個畫面大得多。當你帶着這樣的意識繼續走你的日常，你會發現，同樣是吃苦，同樣是賺錢，同樣是受傷，同樣是愛人，滋味已經完全不一樣了。但真正讓人頭皮發麻的，不是這些哲思，不是這些比喻，而是當你把這套意識優先的觀點放回現實生活的某一刻，你會忽然發現，原來你這一生最反覆的痛點，其實都在提醒你同一件事，而這件事你過去從來沒真正看懂。舉個你一定懂的例子，為什麼有些人只要一被否定，整個人就像被抽走靈魂？為什麼一句話、一個眼神、一個冷漠就能讓人陷在情緒裡一天？你以為是因為那句話太傷人，其實更深的原因是你把角色的價值誤以為是意識的價值。
你把別人對你的意見當成了你存在的證明。當你從界面視角看，你會明白，別人說你沒用，那是他界面裡的渲染；你覺得自己不好，那是你界面裡的渲染。但渲染不是本質，只是呈現。你放在心上的只是遊戲裡的數據波動，不是你真正的價值。真正的你從頭到尾都沒被減少過。而一旦你看穿這一點，你會有一種很奇妙、很久違的自由感。你不會一下就不痛，但你痛得很清楚，痛得很踏實，痛得像在看電影。那個角色哭得稀里嘩啦，可是你知道自己坐在椅子上，這才叫覺醒。不是飄，不是逃，不是看破紅塵，而是你終於能分清楚我是誰，跟我正在經歷什麼不是同一件事。而當你開始看懂自己的情緒機制，你也會慢慢看懂別人的行為。你會突然發現，原來多數的衝突、誤解、爭吵、冷暴力、情緒勒索背後都是一樣的卡關。角色以為自己就是全部，所以才那麼怕失去，怕被看清，怕不夠好。你看到這一點之後，你對人的理解會變得寬一點、深一點。你不會因為別人一句不好聽的話就爆炸，你反而會想，他是不是卡在他的那一層界面裡了？你也開始明白，為什麼有些人會拼命控制別人，為什麼有人會把錢看得比命重要，為什麼有人明明很優秀，卻永遠覺得自己不夠。你突然明白，這些都不是他們的錯，這是界面設計的一部分。有人卡在金錢的關卡，有人卡在親情的關卡，有人卡在自我價值，有人卡在完美主義，有人卡在恐懼，有人卡在憤怒。每個人都在打怪，每個人都在升級，每個人都在某個點上跌得滿頭包，你也一樣。所以你不會再急着否定別人，你會把更多心力放在我接下來怎麼破關。而破關往往不是靠你硬撐，也不是靠你變強，而是靠你願意面对自己最不想看的那一塊。就像游戲裡有些怪物，不是給你打的，是給你看的；有些門不是用力撞開的，是等你明白了什麼之後自己會開。所以你開始練習一種以前從來沒人教過的能力，你開始練習看見。你看見憤怒底下的委屈，看見焦慮底下的恐懼，看見倔強底下的敏感，看見冷漠底下的無助，看見強撐底下的孤單。當你這樣看見自己，你對外界的反應就不一樣了。別人攻擊你，你不會立刻跟他對打，你會先看見他為什麼這麼痛。別人逃避你，你不會立刻覺得被拋棄，你會看見他心裡那塊不敢碰的傷。別人突然崩潰，你不會覺得他在演戲，你會看見他扛太久了。而這些看見不是為了當聖人，不是為了當好人，而是為了讓自己少受一點沒必要的傷。因為你終於知道，界面裡最難的不是外在環境，而是你怎樣解釋這個環境，你怎樣回應它，你怎樣選擇你下一步的動作。你對人生的掌控永遠不是在外面，永遠是在意識回到觀察者的位置的那一刻。可偏偏我們大多數人都是在被逼到角落的時候，才會突然調回觀察者。痛到極限的時候，人反而會鬆開一點；被現實撞得滿頭包的時候，你反而更願意聽聽內在的聲音。所以痛有時候不是懲罰，是邀請，邀請你停下來，邀請你別再用同樣的方式撞牆，邀請你換一種看待自己的方式。說到這，我們要進入一個更深、更扎心的點。如果意識才是本質，那死亡到底是什麼？是結束，還是回到玩家視角的一瞬間？很多人不敢碰這個話題，但只要你稍微了解一點科學，了解一點哲學，了解一點體驗回報，你會發現死亡這個概念比我們想的更複雜，也更沒那麼恐怖。你一路聽到這裡，你可能會突然意識到一件事，原來我們這一生所有的掙扎、執着、害怕、追逐，都不是為了抓住什麼永恆，而是為了在有限的體驗裡把意識磨亮一點，拉開一點，變寬一點。不是為了當更厲害的角色，是為了讓玩家透過角色看得更清楚。所以你會發現，那些以前讓你恨得牙癢癢的人，那些讓你痛到懷疑人生的時刻，那些你以為过不去的低谷，那些你以為撐不住的夜晚，那些你以為自己快消失的瞬間，不是來毀你的，是來讓你醒的。他們每一樣都是界面丟給你的系統訊號。每一次拉扯其實都在提醒你，你不是這個角色，你是操控角色的人。每一次失去其實都在提醒你，你以為會消失的東西從來就不屬於真正的你。每一次心碎其實都在提醒你，
你感受到的深度比你自己以為的更強大。每一次成長其實都在提醒你，你正在靠近真正的自己。而當你開始這樣看世界時，你不需要去逃避現實，你反而會更敢活。你會敢去愛，敢去痛，敢去失敗，敢去嘗試，敢去承認自己不完美，敢去面對那些你過去繞着走的問題。因為你終於知道，那些不是懲罰，不是命運玩你，不是世界針對你，而是意識在對你說，來，這一關我陪你。最後的最後，你會慢慢懂得一件最安定、最溫柔，也是最震撼的事實。你不是被世界拋來拋去的小船，你是那片海。你不是劇情裡的其中一幕，你是整部劇的光。你不是被困在界面的小角色，你是讓界面亮起来的那道意識。所以你不需要急，不需要趕，不需要苛責自己，不需要害怕未来。你在體驗，你在滲透，你在成長，你在甦醒。等到你這一局遊戲走完，你會帶着一種前所未有的清明回頭看，你會笑，你會懂，你會輕輕說一句，原來這一生我不是來贏的，我是來醒的。